它被称为是世界情报机关的开山鼻祖，它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情报机构，它是谍战传奇007，它就是英国军情六处。做视频不易，各位观众老爷点个赞，小编跪谢。007系列电影总能给人一种非常紧张的充实感，而电影中流畅的动作和高深的智谋，又让人在肾上腺素飙升的同时，不自觉地便会对主角表现出赞叹。或许你对邦德的帅气动作和经典台词，或者是007电影的剧情早即是铭记于心，但是对于邦德的来源英国军情六处，你又知道多少呢？英国陆军情报六局，又称秘密情报局，英文缩写为 SIS， 代号 MI6。这个诞生至今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英国情报机构所埋藏的，远不是电影所能比的。作为世界4大情报机构之一，西方情报界称它为世界情报机构的开山鼻祖和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情报机构，而该单位和它的前身从设立初期都是高度保密的。2011年5月28号，随着军情六处中文版的问世，也终于让世人认识了一个更为真实的007谍战传奇。1909年，为了应对德国情报人员对英国的渗透，根据首相阿斯奎斯的建议，英国的情报机关开始进行改组，英国最著名的情报机构英国陆军情报六局随之诞生，首位领导便是英国赫赫有名的情报之父，当时是皇家海军上校的曼斯菲尔德·卡明，而该单位 MI6 的代号也在此之后一直被沿用下来。作为英国当时的主要情报机构，该单位的主要任务包括负责在国内外搜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从事间谍情报和国外反间谍活动。1922年，由于卡明给自己取代号为 C， 也使得军情六处从此之后便被外界称为神秘的 C。1930年，军情六处内部特意设立了一个专门以破坏和颠覆活动为己任的 D 处。1939年，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军情六处在改组后规划国防部下辖，主要负责在国外进行间谍情报活动，比如打入敌国，对敌国的组织内部进行招募、策反等。对外则称政府电信局，属于外交部下辖单位。1939年11月4号，斯托尔特·孟西斯接任军情六处负责人。面对第2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上欧洲日益恶化的战局，刚上任不久的孟西斯决定抛弃老旧的情报收集观念，将视线转到了刚刚规划自己手下的政府密码学校。当时的英国情报来源主要是由驻外情报站来提供的，这些情报在被送回伦敦后，总部人员会对其进行整合和研究，最后再分发给陆海空三军。但这显然已经不适用于当时是2战主流的密码谍报工作。于是孟西斯决心凭借密码学校的研究，从中破译截获德国的电报，并以此获取情报。但不幸的是，在英国密码计划刚启动之初，军情六处就在组织和行动上遭受了不少的打击。1939年11月9号，在荷兰边境小镇芬洛，2名英国高级情报人员被德国欺骗并挟持，致使军情六处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在德情报点。这次事件也被称为芬洛事件。在芬洛事件后，军情六处又因遇上财政困难，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局面。1940年5月，因为德国的闪电攻势，迫使英国只得撤销了在欧的多个情报网点，军情六处在欧的情报站也因此大幅减小。直到丘吉尔担任首相后，英国情报机构终于被高度重视起来，大量才华出众和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从大学、伦敦知识界和商业界等纷纷应招加入秘密情报组织。1940年7月22号，在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主持下，军情六处的混乱局面得到有效控制，还在英国经济战争部部长休道尔顿博士的建议下，在 D 处下设了一个新的特别行动署，其任务是在海外从事破坏活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加强情报工作，英国从监狱释放了不少偷窃技术高超的犯罪人员，要求他们通过为盟军服务来获取减刑。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批准组建突击队，也有少数人参加了军情六处，其主要任务就是治锁、撬锁和爆破。军情六处最著名的行动便是1942年5月组织参与了暗杀德国高层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行动。而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情六处的著名行动还有在诺曼底登陆时成功地拖住了德国精锐的装甲部队，
延误他们抵达沿海地区的时间。此外，就是在孟西斯和英国密码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军情六处的密码计划也为英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军情六处在世界情报史上一直便以神秘著称，该单位从不直接暴露在媒体视线中，也没有相关的信息公布机构，均由英国外交部的专门人员负责该单位所有的信息公布工作。且鉴于军情六处的工作性质，军情六处和历届英国政府都不对任何行动、单位人员或特工以及外国情报机构的关系向外界做出任何的回应。从创立至今，军情六处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海外情报，但直到1994年，英国情报机构法案才法定了其地位以及其收集海外情报的职责。法案也明确了军情六处的3大职责：一是捍卫国家安全，二是捍卫国家的经济利益，三是为了严重犯罪的预防和侦查提供支持。而军情六处在创建以来，它的名字也从没有出现在政府部门的列表中，直到1992年，该单位才被英国公开。军情六处在情报收集上主要通过人员和技术收集情报，前者如特工，后者如监视、监听和获取通讯等，并且与外国情报机构合作来完成国家的情报工作。该单位还有着完善的内部机制，对成员的个人职业发展进行充分评估，并且提供定期的专项培训。而进行培训的目的就是要激发机构内成员的潜能，并且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开展多种专项培训计划，最终使之成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情报人员和语言专家等专业人员。在语言专家的培养上，军情六处一直重视培训汉语人才。在军情六处等英国情报机构，每年都会有不少的汉语岗位，各机构的汉语考试也都是统一的，应试人员只能参加1次考试，而且可以应聘多个汉语岗位，各机构也都认可考试结果。但如果应试人员在语言考试中未能合格，则在1年内禁止参加相应的汉语岗位考试。而在特工的培养上，情报人员需要学会包括情报收集、整合精要、撰写研究报告等内容，以此使情报人员不仅能够掌握各种情报相关技能，还要对目标对象进行民族、文化、个性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总之，军情六处创建以来，工作重心也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阶段性改变。从2次世界大战前后来自应对德国的威胁和其他有损英国海外利益的威胁，直到1949年改为应对来自前苏联的威胁，直到冷战结束后转为应对网络安全等新式问题。但军情六处的主要任务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通过收集海外秘密情报来维护国家安全，消除表面和内部的安全隐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